在印尼东爪哇岛丛林的深处，隐藏着一个惊为天人的巨大瀑布，它绝对是我见过最壮观的瀑布之一。这一集，原堂就要带着大家深入原始丛林，一起寻找这个坐落在爪哇岛最高峰塞梅鲁火山之下的地表奇观。探险是人类祖先写在我们血液深处的原始基因。时代飞速演进，几千万年来，我们野性的本能早已被埋没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里。然而在这里，我将带着大家再次唤醒心中的小小冒险魂。当千万道水流犹如万马奔腾，从100米高的悬崖倾泻而下，这里就是我们冒险旅程的起点。This is Tumbak Siwu in Indonesia. 现在要去千层瀑布，车已经在这边已经停好了，各位。这一集我们就是要带着大家来到印尼东爪哇最著名的一个景点 Tumbak Siwu， 中文又称塞武瀑布，意义为千层瀑布。我们这次一样跟随着 Avida 的行程，自己包一车，在凌晨出发前往塞武瀑布。一般来说，东爪哇行程除了布罗莫火山外，另外2个景点就是塞武瀑布以及伊真火山。早上天微微亮，伴随着日出的彩霞，我们一行人正式出发，前往这个美丽的瀑布。从我们住的城市马郎出发，差不多耗时2小时左右的车程。漫长的路程让我们在车上持续睡死。然而，偶尔抬头，仍会看到巨大的火山口喷出些许灰烟。我想，这就是印尼岛屿的魅力吧。各位，坐了2个小时的车，我们现在到了旁边的一个小村庄。原本是从这边好像过桥就可以到千层瀑布，但是因为那个桥之前的洪水把它冲断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一样的地方，但是呢改搭越野摩托车进去，所以这应该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。现在等那个摩托车，然后我们先吃早餐。好，的餐盒里面有这个炒面，还有虾饼。非常标准的印尼早餐。现在呢，机车都在前面等我们了，10分钟的路程。10分钟，就选一台就上班。好。10分钟的路程并不长，但是坐在越野摩托车上的体验却是让我们印象深刻。因为洪水冲垮了当地对外的桥梁，我们才有这个机会亲自体验这样的交通方式。而我们眼中的新鲜，却是当地人最平凡不过的日常。我想，这就是旅程中另类的反思吧。塞武瀑布其实也是近几年才逐渐热门的新景点。然而，大自然变迁快速，每一次的洪水都有可能改变当地的地形地貌。对我而言，很多东西现在不看，以后可能也没机会了。随着机车的前行，最让我佩服的是当地人载着我们穿越狭小的巷弄、超陡的原始土坡，最后穿越临时搭建的简易桥梁。这绝对是一个难忘的经验。我们刚刚就是过了那个断桥了，然后就到这边，所以这边就是下去的路口。我们要出去这边啊！你给他带关。车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呢已经要进入这个塞武瀑布了，就是千层瀑布。后面就是我们的路口了。有一个向导带我们叫 Henry。对，然后他带我们走这次的路，然后我们出发。才刚开始，现在就是一个比较陡一点的下坡。因为要下到里面去。哎呀，它的原本的名字要叫什么？叫什么Siwu？敦巴西屋。敦巴西屋。OK， 然后有一个说法是说，我们上面这边看就是说敦巴西屋，对，下面的时候叫做科班西屋。哦，
现在我们来的这个 waterfall 叫做 Dumbak Siwu， 看到了，哇！进入瀑布前，在这个观景台就可以先一览它的全貌，远远的甚至可以隐约看到背后的塞梅鲁火山。我们拍了几张照片后，便正式下切啦。我们就跟着这个山岛下去。特别斜。你是说它就是从楼梯跌下去？等一下，它有水路，哦，等一下有水路也很斜，哦，所以就是还是要小心在那边。对，好。之前才被关了3个月，就是因为有马来西亚人来这边，然后就摔死了。啊，先你看哦，这个楼梯真的是蛮陡的。据说在最早以前，这里全部都是竹梯搭成的路，你可以想象，绝对是更加的危险难走。陡峭的阶梯直直往溪谷深入，而旁边的小瀑布就这样随时拦腰穿越阶梯。来喽！就在我们正准备要出发时，悲剧就此发生。由于原先就有点松脱的自拍杆，就这样不慎从小莫手上滑落。好，小心那台阶子。好东西。干嘛？但是我在那里。啊，掉了。怎么那么松？你用你的哪一只手？你要哪一只？本来我想说就此算了，然而好心的 Helena 自告奋勇的要试着帮我们去捡。有点危险。那你就直接下去，我抓你的手。很恐怖，就掉下去了，先不要吧。好，你的手。OK。喂，apa itu? Salah. Red. Oh ya, oke. Wait. Oke, you up. 看真的不行哎。啊，掉下去了，拜拜了。啊，算了。算了，我的360。哦，刚才是捡得到，下面应该捡得到，还是捡得到。各位，现在我们360掉下去了，然后他们的山岛现在要爬过去帮我们捡，其实蛮危险的。而且这慢慢的路怎么可能找得到呢？我很怀疑耶，应该是捡不到了吧？这不悬崖峭壁耶，注意一下没了，好危险哦。当时我的360一路滚到我的视线之外，我基本上已经觉得不抱任何希望，毕竟那里完全是悬崖峭壁。但他太勇猛了吧！于是我决定让大家继续前进。应该是找不到，但是那个山岛还是很坚持要找。那我本来想说，我们要不要就先下去给他找？我一方面感谢他，一方面又很担心他为此发生意外。想不到当地人就是如此厉害，他竟然在几乎垂直的峭壁直接找回我的360。哇 ！Thank you. Hero. No, that's not ours. Thank you. 哇！只要真的给他多一点小费，太强了。只要给他小费。真的一定要。OK。捡完360后，挑战接踵而来。最后一段下切路，我们竟然要走在瀑布的流水之上，非常刺激。各位，我们要下去千层瀑布，要走这种路哦。其实因为我没有穿溯溪鞋，岩石本身并不是真的很滑，紧抓着栏杆还是能安全下切。然而危险依然存在，这里仍然还是有人曾经不慎摔下去过，所以依然要十分小心。哇！这个 OK， 我们下到这边了。这边是会被收费的地方吗？是不是路不是很滑？很好走，很好走，视觉效果很恐怖，但其实超级不会滑的。好，这边会滑，这边火山会凝土。啊，我们到这片绝壁之下了。对，之前的洪水，它涨起来的范围大概到哪呢？下面，据说到这边，就到我们这边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下面有多深。然后你看上面那个都是青苔，下面都没有，
其实本来这边也都有，但是前阵子的洪水，它直接把它全部扫过去。所以其实，在大自然这个地形它是很多变，有时候你大概1-2个月没来，地貌就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觉得自然它也是不断的在变化，超级壮观的。据说呢，前面的这个站点呢，他们在这边会给你带相机，他们会给你抽大概1000台币。所以呢，你有相机最好在这边把它收起来。但是 GoPro 跟手机好像不会收。这边因为这个瀑布啊，在后面非常的大，所以它造成这个水汽就整个弥漫在这个山谷，会很像下雨的感觉一样。所以呢，来这边就是一定要带这种快干啊，不然就是像我们这些穿这种水母衣。要不然有回来的全身是。我们沿着溪水一路溯溪而上，这里给人一种非常原始的探险感觉，我非常喜欢。随着我们不断深入，赛武瀑布的庞大身影终于出现在我眼前。我越过湍急的小溪，终于来到这个气势磅礴的瀑布面前。赛武瀑布发源于爪哇岛最高峰塞梅鲁火山，从广阔的地表呈环形落入谷底，形成上千的瀑布群，当地人因而称之为千层瀑布。当你置身在这个庞大的瀑布之中，就仿佛欣赏着一场磅礴的大自然交响曲，由无数条瀑布交织而成。强大的水汽，只有你真正走到它面前，才能亲自体会那种迎面而来的深深震撼。我们待在这里，疯狂地拍照留影，直到每个人都记录完成后，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我们在第5Waterfall，对，瀑布正下方的那个风劲真的很强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瀑布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准备要回去，因为我们这边真的爆开太久，从四面八方流下来的水。我们现在要去看这个叫做 Gold Deck 的瀑布，这是我们下来的地方。现有中文领队方便之处，我们的印尼向导在那边，然后我们的中文领队阿迪德的这个领队，可以跟我们翻译沟通。对啊，大马领队，直接双语沟通。哇，这叠石叠好高哦！因为这个方面主要是因为马来西亚华人他们本身就会一点马来文，所以跟印尼文其实相差不大。对，他们其实可以沟通。离开赛武瀑布旁边不远处还有一个收费瀑布，这里的瀑布不若赛武瀑布般巨大，它更亲和，更让人能够接近。早就全身湿透的我们，几个男生干脆脱下衣服，让自己彻底沐浴在这天然的瀑布之中，吸收满满的负离子。我们在这里嬉笑玩乐，直到最后一刻，而回程的路依旧是满满的挑战。我们几乎是沿着小瀑布上攀回去，走了多少下坡，回程就要走多少上坡，最后再坐着同一台越野机车离开这个藏在印尼丛林深处的秘密景点。我是元堂，这是我在赛武瀑布的故事。那下一次元堂又要混哪里呢？下集预告：我们将前往寻找传说中来自地狱的蓝色火焰。蓝色的湖泊下是暗流涌动的高强度硫酸。戴上防毒面具，跟着元堂一起探索这个绝世美景。千万不要错过，请锁定元堂混哪里频道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非常感谢大家看完这支影片。如果你也对这趟行程有兴趣，我非常推荐本次与我合作的 Avida 登山团哦。相关联系资讯我放置在资讯栏，欢迎与他们联系，并且询问元堂粉丝相关优惠哦。元堂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元堂混哪里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